你知道领导跟管理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吗？为什么有很多人担任领导者的过程当中崩坏了自己的自信心，最后觉得我不要再做管理，不领导了？请开启下面的小铃铛，打开全部的订阅。领导跟管理其实是不一样的事情。今天我们就要把这件事情好好的跟你分享。欢迎回到马克凡的生活 CEO， 我是 Mark Van。今天呢要讲的这个议题，我觉得非常之有趣。大家都有一个盲区，都认为领导啊就是要让大家听我的话，一起掌控，然后呢全部人都在我手上听我做的这样做。这真的是领导吗？又或者另外一派人认为领导跟管理是一样的，你就是要弄出很多的制度，让大家跟着这个制度走，并且有一定的检核指标去做它，这样子才叫做好的领导管理。领导管理这一词常常都被放在一起，导致大家很模糊。而今天我就来帮大家解密这件事情。我们专注的在讲领导到底是些什么东西，领导跟管理到底有什么不一样。领导就像是带人爬一座山，激励着大家从山底一路攻到山顶。有注意到吗？其实大家在带团队的过程当中，往往会做到一件事情，那就是呢，你会太认真，太 serious， 你会认为说，你希望大家一步一步，然后一二的爬上山上面去。但是呢，真实的领导是怎样？它比较像是一边爬山的过程当中，一边告诉大家说，山顶有很美的天空，有很棒的日出，在山的山腰的时候有很好的凉亭，我们可以坐在那边一起野炊。在我过去创业的经验当中，我发现到领导跟管理其实就是压根两件事情。领导要让人愿意跟着你的心中的目标去前往，让大家在心里面想象到成功之后的样子出来，大家愿意为这件事情奋斗，愿意相信你的话而开始执行。领导的重点不在于执行的步骤，而在于怎么驱动人执行。就如同刚刚我讲的譬喻一样，领导啊是带人从山底下一路爬到山顶上。这个时候啊，我要拉出来。我记得我有看过一部台湾的电影，它在讲的就是呢庙口文化、阿家将这样的文化。其中呢，他们有两个人在追求要变成整个团队的领导者。一个呢就是一直说冲啊冲啊，我一定要赢，我一定要赢。另外一个人呢，则是带着团队讲说，来加油，我们一起前进到山顶上面，我们可以一起享受这一个美景。最后面呢，那个一直说冲啊，我一定要赢的那一个人呢，他是一个人到达山顶，但他团队成员啊滚到山底下了，然后也累瘫了。但另外一个人呢，他一路在后面慢慢的推着大家，慢慢的激励着大家前进。最后面，他让整团的人都到山顶上面一起在那边打鼓。到底谁才是领导者呢？说实在的，所谓的领导者就是带领大家看到山顶上面美景的。也就是说，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不是自己看到美景而已，一个顶尖的领导者是要学会让大家跟着他的步伐到山中腰，到山顶，到最辛苦的时候呢，大家停下来，然后他跟你讲说，我们再一下下就好了，我们再走个一步，我们就会看到山顶了。这个才是领导者真正的职责。其实你仔细去思考一下，你爬山快乐的点，到底是在中间爬的过程当中，一边的去激励自己，一边伙伴们互相激励，到山顶上面享受到那个日出的这个过程，还是你直接看到日出的那个过程？没错，我相信是前者。通常在领导的过程当中，大家会不小心的只专注在结果，这个其实叫做管理。但是领导的重点在于告诉你，我们都要完成到那个结果，但是必须要从中享受这个过程，从过程当中去学习，这才是一个领导人重要的事情。其实我非常的有体悟，为什么？因为我自己本身是非常目标导向性的一个人。在带团队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曾经犯过我一个人到达目标，结果团队成员没到达目标的，心里是十分的不舒服的。后来我就发现到一件事情，顶尖卓越的领导者，他就像是一个教练一样，他在旁边激励你，让你相信他，让你呢愿意把你的心、把你的手脚交付给他，然后一起前往前进。过程当中呢，你或许会需要用很多的
管理手段，很多的激励手段，但那些都只是工具。关键是你懂不懂让对方把心交出来，跟你爬这一座山。所以慢慢的有没有掌握到了？管理其实是一种工具，它是在领导的过程当中，为了让大家可以更加有效率的做到事情的工具。但是只有管理，你很难把一堆人聚集在一起，一起看到山顶。人家会讲说，那这样子有什么好的方法来做领导呢？领导没有完美的方法，也没有标准的方法，只有适合你的方法。很多人都会认为说，领导有标准的公式做法，但其实领导背后的公式做法呢，就是刚刚那一个爬山的故事。它就是呢，要能够带领着大家，吸引着大家的心，让大家愿意看到未来的那个愿景，让大家看到达到之后的那个样子，并且激励大家。从中呢找到一些方法在旁边补足它。所以刚刚我是不是讲到台湾的这一部电影，就讲说要爬山，第一个领导者他呢自己就爬上去了，不管其他人。而第二个领导者呢，他就提出了一个方法，讲说不然我们轮流背着这些重物，来让他的体力恢复，然后我们慢慢的爬上山去。所以当后面的这个领导者提出我们互相背着这个重物一起爬上山的这个过程的时候，这个叫做管理。但是在他愿意停下来，愿意跟大家说服大家一起来做这个管理的事情的这个过程，叫做领导。而这整个环节当中他就是一路的慢慢的领导大家往前进。他如同一个教练一般，提供一些些的方法，提供一些些的工具，在旁边鼓励。多数人都会认为领导离他非常的远，但其实没有。领导的卓越在于一连串的平凡，慢慢的累积。你在累积你一点点的小平凡的时候呢，慢慢的你帮助到你旁边的人，从你领导自己开始，领导旁边的兄弟姐妹开始，领导旁边的同学开始，你们让他一起前往共同的一个目标。一点一点的累积，这些累积看起来都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它累积起来就会变成一个卓越。我举个例子来讲，在你的团队当中，你能不能带着大家一起去做好一个小小的专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能不能跟大家讲说，哇，已经好累了，我不想要骑脚踏车了。你能不能激励旁边的人讲说，再骑100公尺，我们就会吃到那个好吃的披萨店了？如果你有正在做这件事情的话，其实你也正在当一个领导者。那如果今天你觉得自己考试好累，上班好累，你会对自己说，没关系，再撑一下，我们就段考完之后，我就很开心了，再撑一下，年终到了，我们就会可以过一个很好的圣诞节。你有没有对自己这样说？如果你有的话呢，你也正在成为领导人的路上。所以不要以为每一个领导者都是他很厉害的，其实没有的。你如果今天愿意做刚刚我讲这些事情的话，你也正在成为一个领导者的路上。不要急，不要慌，你只要把这每件小事给做好，你就会成为一个卓越的领导者。那刚刚听完了我们这么多，你现在立刻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呢？来，拿出一张 A4， 领导就如同爬山。所以你可以先写下第一个，你这1年来，或是你这1个月来，你想要爬哪座山？这个山呢，不是说实际的一座山不是的，是说你想要达成什么目标，把这个目标呢，最后发生的样子呢，把它具体的写出来。例如说，你想要让自己的身旁的朋友都开始运动，这就是一个领导。或者是你希望身旁的朋友每个人体态都越来越健美，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目标。你把它很详细的写出来，你写说希望我们这5个朋友明年夏天的时候，大家去垦丁都是帅哥美女，身材很好。好，把它写出来。出来之后呢，把这番话跟你要一起领导这些朋友讲，让他们去想象到这个空间，开始具体的写出第2件事情。你们预计要怎么做？我5月要能够去垦丁，有健美的身体，所以呢，现在开始我们要开始减脂，所以准备开始跑步了。过年要少吃一点，让大家去想象这件事情，然后立刻去把它做到。这个其实你已经正在发挥你的领导力了。第3件事情就是过程当中呢，你要让过程非常的有趣。我刚刚有特别提到的第3件事情，你要去设计让东西变得很有趣，而非只是达成目标而已。我刚刚前面有提到领导的重点在于过程，
而非结果。所以啊，你可以设计一套简单的游戏。如果我们量体重，这个礼拜减重最多的人呢，就可以有一个小的奖赏给他。这件事情把它游戏化起来之后，你会发现到你不知不觉影响了一群人，想要让自己的身材变得更加的美丽、更棒。最后一件事情啊，你要告诉自己一件事。现在你正在累积你小小的领导力。如果你习惯性的在生活当中每一件事情都有做我刚刚这个 A4 的这个环节的话呢，你正在累积你的领导力，而未来你也会成为一个优秀的领导人。好，那这是我今天马克凡生活 CEO 讲的领导力的差别。你今天已经知道，领导就是像爬一座山一样哦。带着一群人爬一座山，让这一群人说服着爬出这张山，看到这个完美的日出，中间享受整个爬山的过程。虽然很喘，虽然很累，但是大家会感激你一起看到这完美的日出，这就是领导。那你现在都知道了，所以马克凡生活 CEO 当中常讲的一句话：知道跟做到之间的差距在于大量的执行跟练习。所以你现在知道了。你就赶快用在你的生活当中吧，找到你生活当中的每一座山。如果你觉得我讲的还不够明确的话呢，其实我都写在我的自己的书里面，关键思维当中，你可以来看看书，希望对你会有帮助。如果你喜欢相关的内容的话呢，请开启下面的小铃铛，打开全部的订阅，我在上片的时候就会通知你哦。好，我是 Mark Van， 我们下次见，拜拜。